点儿，都说没钱了。以后你快走。我知道。小罗，快走！我不走，要走我们一块走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想动武巨兰，先动我神龙。你能快点吗？已经很快了呀。吴君兰和沈罗到底怎么回事？跑那么远，害得我们去找他们。你说吴君兰这小子会不会居心不良啊？现在几点10点一刻。停车！啊？怎么了？在。啊？哎！你干嘛去？太帅了！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这些鼠辈动手的，但是你们欺人太甚，非逼我出手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功夫。你们就别怪我拳脚无眼，识相的就赶紧跑，不然你们就死定了。这个死。这个死的身体应该已经恢复了。真的被那几个小贼给掳走了吧？吴君兰，吴君兰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担心死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看看你，这里还有这里，都是你害的，赔钱。
哎呀，现在知道疼了。昨天晚上叫你走，为什么不走？你去街上打听打听，我沈罗什么人啊？我一向义薄云天的，我才干不出这种事情。难道你不怕死吗？我怕呀，可是我也不能丢下你不管啊。昨天本来想好好庆祝你生日的，结果没想到竟然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，哎疼！你忍着点，如果淤青不消开的话，会一直疼下去的。啊疼！你轻一点，你这是对待救命恩人的方法吗？你这是帮我还是杀我？吴菊兰，你这种动作！你动的越多，看的就越多。吴菊兰，为了救你，我都破相了。镜子里看到的只是表象，浅薄而虚假，真实只会存在心中。在我心里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美个头啊！我沈罗本来就有一个高颜值的俏脸蛋儿，还有不少男人追我，现在估计全跑了。不是还有我吗？吴菊兰，你心跳怎么这么快啊？你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打算一辈子都赖吃赖喝在我家。我告诉你，等你身体好了，你得干活，明白吗？我说你啊，你怎么也没个手机？连隔壁王阿婆都已经有手机了，好不好？害得我今早那么辛苦的自带人肉喇叭的搜寻你。对了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他昨天晚上是被我带走的，他病得太重，我们又走得有点急，所以没有跟你打招呼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嘿，吴菊兰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呵呵呵，被我发现了，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瞄我们家小罗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。我们家小罗3番5次的救你，每一次都豁出去老命，是不是感动了？是不是开始默默的爱上我们家小罗了？是不是想以身相许啊？哼哼，说，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小罗了？江医生，你想能不能健康一点啊？你怎么脑子都是黄色思想？疼死我了！开个小玩笑嘛！开什么玩笑？害羞啊？我去喂羊。哎，怎么走了呢？我们家小罗3番5次的救你，每一次都豁出去老命，是不是感动了？是不是开始默默的爱上我们家小罗了？是不是想以身相许啊？你是谁？我该怎么报答你？
几瓶水而已，不用客气，江湖救急嘛。还不快走！我不走，我才不像你那么不讲义气。吴局长，你能认错吗？没什么感觉啊。不知道亲一口会不会有感觉呢？安老板，我那个昨天的行动失败了。昨晚是吴菊兰最虚弱的时候，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失败？谁说不是呢？本来啊，一切计划都安排的好好的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女的，这身手还特别了得，就把一切计划都给破坏了。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？那这个你放心，虽然是任务失败了，但是善后的事情都是我亲自处理的，不会留下什么线索。安老板，我昨天发现吴菊兰的手上好像长了些什么，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收起你的好奇心，弄不好他会害死你的。是哥，给你做了早餐。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在玩什么呢？下午自习呢。哦。昨天晚上，多亏了你及时赶到。您今天感觉如何？感觉好多了，但是昨天晚上过于虚弱，没能感应到灵珠，只能等下一个15了。这次的劫持事件，是不是黑巫师搞的鬼？可是我亲眼看见安佐受重伤离开的。没准岛上还有他的爪牙。我会抓紧时间查查看。您不再怀疑沈罗？我不会怀疑一个豁出性命救我的人。也许救您只是他的苦肉计，他可能是在骗取您的信任。我不想再听到你有任何怀疑沈罗的话。来了，大头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来看你。哎呦，你受伤了。安进来。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没事儿，几个小贼伤不了我的。怎么会没事呢？你看看，你看你伤的，手也伤成这样。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平时不能这么粗心大意的。啊，没事的。我在想，就像上次一样，几个小贼就是想趁机抢点钱。不过这些小贼好像都跟约好了似的，偏偏专挑吴菊兰最虚弱的时候来。上次你们遇袭的时候，他也这么虚弱吗？是啊，上次他抑郁症发作了，神神叨叨的，非说我在他酒里下毒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平时不能这么粗心大意的。啊，没事的。我在想，就像上次一样，几个小贼就是想趁机抢点钱。不过这些小贼好像都跟约好了似的，偏偏专挑吴菊兰最虚弱的时候来。上次你们遇袭的时候，他也这么虚弱吗？是啊，上次他抑郁症发作了，神神叨叨的，非说我在他酒里下毒。那他经常会病得这么厉害啊？你别看他平时跟正常人一样，他要是一发起病来，那可是六亲不认，还说我在他酒里下毒。我要想收拾他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
非得费那个劲吗？他还想把我爷爷最珍贵的酒给丢了，真是。还好我眼疾手快，把它给捡回来了。那你把它捡回来，被他发现了，他不会生气吗？这我倒没有想那么多。哎，要不你这样，你把酒给我，我帮你处理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啊？哎呀，别心疼了，不就是一瓶酒吗？好吧，好吧，谁让你是我的债主呢？这个便宜就让你占了。哎，在哪儿，在哪儿？那个酒啊，就在我爷爷书房的书柜里，你自己去拿吧。好香。胡姐，哎，喏，那天愉快宴赚了1万块钱，海凤凰是你提供的，你也是大厨，不过场地、酒水、小菜都是我提供的，那我们就5-5分，你也不吃亏啊。这样足够了，这些呢，给你拿去还债。这么多钱，你都不要啊？我不喜欢钱。你不喜欢，我喜欢，这可是一个好习惯，继续保持。哎，吴局长，那个有个噩耗，我得告诉你，就是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我们海岛进入休渔期，切生鱼片这招恐怕是不行了。可是我们的债务又这么重，我们总不能闲着吧？我们可以穿上贝壳项链、风铃什么的去卖钱。虽然我的手艺不怎么样，不过好在姐姐我颜值高，我相信那些观光客肯定会被我的颜值吸引的，到时候把我们的工艺品一扫而空。喂，吴菊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嘲笑我？你带我来海边干什么？捡贝壳。你不是说要穿贝壳项链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们海岛现在进行了旅游开发，现在岛上到处都是人，哪有什么好的贝壳可以捡啊？去那里看看。说起贝壳啊，我得给你好好的普及普及。这个呢是黑星保罗，它们通常住在珊瑚洞里或岩石底下，只有黎明和黄昏的时候才出来觅食。还有这个，它叫蜘蛛螺，顾名思义，长得像蜘蛛嘛。蜘蛛螺在你小的时候很多，可是现在捕捞过度，已经很少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啊，这个就稀奇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玫瑰牵手螺。这片海域已经绝迹了，你没见过，很正常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贝壳被人类知道的至少有几万种。在古代，它是奢侈的随葬品和财富的象征。后来，慢慢变成了装饰品。在1个多世纪前的欧洲，贝壳还是贵族的象征。当然，现在也有很多人把它当成是定情信。
看来我今天真是走运。这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吴菊兰啊，你什么都懂，你感觉就好像一个生活在海边的老头子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看脸喽。看脸的话，就是夸我。吴菊兰，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啊你？今生和你相遇，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无条件承受。也许有一天，终于能够长长相守。怎么样？开不开心，高不高兴，兴不兴奋，意不意外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影响工作的。下班以后，海岛酒吧，不见不散。下一位，哪儿不舒服？亮亮，现在是上班时间呢，不是说好6点半吗？这么急啊？你是不是从小家教很严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跟咱俩约会也没什么关系啊。你的父母应该对你有很高的期望，也有很苛刻的要求。他们经常严厉地批评你，却吝啬表扬你。所以，你长大之后，在外人看来，你很光鲜，但其实，你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却很低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有病啊！在原生家庭中的童年创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所以你成年以后，这种心理创伤就表现为游戏花丛，不断的寻找新欢。你靠这样的行为防御方式，来获得虚假的自信和尊严。你戴着一个越来越厚的面具，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哦，原来不是我想花心啊！是病痛一直在折磨着我呀。不是，那这病怎么治啊？首先，你除了花心，其实是个很优秀的男人。你大可不必通过征服不同的女人来获得认同和肯定。其次，品格和道德可以控制你的滥情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不是你的猎物。你绝对不可能在我这里获得莫须有的自信，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碰到一个懂我的人了。
经爱上你了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在家还打什么电话？嫌钱多啊？这样你就有我电话号码了。哦，原来你拿那些钱去买手机了。以后你不会再找不到我了。算你有良心。上次他抑郁症发作了，神神叨叨的，非说我在酒里下了毒。头哥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我猪一样，24小时为你服务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你最近辛苦了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头哥，还是你重情重义。什么叫发小弟兄？什么叫一起尿尿或沙子长大的？就咱俩这种感情啊！这杯干了吧？来，干一个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酒有点臭，太重了。哎，头哥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在海边的时候，唱《浪花一朵朵》，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噗，一声屁，谁都没承认，我知道是你放的，当时你把脸都给憋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嘛去啊？不是说叙旧吗？服务员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哎，
说这个朱一样中的是什么毒？他中的毒叫做曼陀罗。曼陀罗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毒，主要副作用就是会阻断人的神经支配系统，会让人产生幻觉、呕吐、昏迷等症状。那你说这个毒会不会让人产生某种变异？你觉得会有什么变异啊？有没有可能皮肤上产生变异？有可能手上长鸡爪。你以为是科幻电影啊？哎，不过我就纳闷了，你说朱一样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去吃曼陀罗呢？江医生。对，他老是乱吃东西。哎，江医生，8号床家属找你。哦，好，马上过去。我先忙去了啊。他过去了啊，好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弄断了你的手杖，你惩罚我吧。没关系，孩子。自从有了你啊，爸爸就不再需要手杖了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就做爸爸的小手杖，好不好？爸，孩子，来，把牛奶喝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爸，我快写完了，我今天必须把这篇论文写完。啊，那也身体要紧呢，别太累了啊。啊，孩子，明天要没什么事，陪爸爸去公园走走吧。咱们爷俩好久没一起散步了。啊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好了，爸爸就不打扰你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好，晚安。喂。什么？很抱歉，病人送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太糟糕了，我们无能为力。病人已经去世了，他的病情耽误太久了。如果当时能够及时送医，我们还是有很大机会把他救回来的。请节哀。爸爸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死了你。如果我早点发现，你就不会死了。爸爸，你收养了我，但我没能报答你，我对不起你。
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拿灵珠回来让你复活。吴居兰在15之夜竟然那么虚弱，那就代表灵珠没有在他身上。现在唯一有可能知道灵珠下落的人，就是杜小莲的后代沈罗。爸爸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喜欢吗？嗯。拿去吧。可是我没有钱。不要钱，送给你的。谢谢叔叔。照您这个卖法，不但不赚钱，没准还会亏钱呢。要是沈罗知道了，肯定会找你麻烦的。小罗虽然抠门，但他却是个善良的人。你好像很了解他。朝夕相处，总会有点了解的。喂，我刚看你睡着了，我就和亮亮一块出来卖风铃了。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奶奶说，你很反感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的。刚来的时候还问他要了一套19世纪的衣服，现在竟然自己主动买了一个手机。您竟然趁沈罗睡觉的时候偷拍他，而且手机上只有沈罗一个人。我还没来得及存别的人。这不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，这是您的潜意识，在您的心里只有沈罗一个人。今天早上他找不着我，怕他担心我。瑞格斯，我以一个专业心理医生的态度告诉你，你已经爱上沈罗了。我以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您是反驳我的。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你想多了。您别忘了，您来这是做什么的？谁？我抄水表的。哎，哎进啊进来了！江医生，哎进来了！你给我起来！亮亮，我今天特意过来找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明白了。以前游戏花丛的确是我的错。不过从今往后，我决定好好治病，改过自新。你改过自新找我干嘛？我以前浑浑噩噩过了那么多年，不过我现在终于清醒过来了。没想到，让我清醒的人，竟然是你。你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我懂我的每一个病人。不，你最懂的一定是我。我以前的确是交过很多的女朋友。可是，你是唯一一个懂我的人。我是有病，但你就是我的药。早上说的都白说。在我发火之前，出去。亮亮，
这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。看你那紧张的样儿，肯定是你前男友。你给我出去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出去！亮亮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，亮亮。哥，你快尝尝，这个是我特意跟妈妈学做的红烧肉，好不好吃啊？啊？好吃，不过跟妈妈比还差点。不容易了，我来之前特意跟妈妈学的，挺好吃的吧？你尝尝。我尝尝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借的书借来了吗？哦，我借了，是这个吧？没错吧？啊？对，是这个，谢谢啊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不过你现在怎么对这些感兴趣了？哦，做古玩生意的总得看点书，博古通今嘛。哦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天竺有其花，谓之曼陀罗，为鲛人之天敌也。鲛人食其毒，必体血而立伐，此毒不解，1日内必殒命。沈林，19世纪中期回国，办第1届鲛人民俗节。年轻的时候航海受过鲛人恩惠，为报答鲛人的恩泽，创办民俗，延续至今。曼陀罗，鲛人民俗节。居然是鲛人。哎，吴局长，你最近表现还不错嘛，那我回去好好看望你一下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捡啊。打劫吗？东西到底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银盒子里的东西到底在哪里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什么银盒子？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快把盒子交出来！
吴君兰，刚才在山崖上有一个奇奇怪怪戴面具的人，非要问我银盒子在哪里，我都被他逼得掉到海里去了。幸亏你及时出现，不然估计我早就喂鱼了。你没事就好。我家哪有什么银盒子啊？要是有那个东西的话，我还需要每天那么辛苦的去穿项链、卖风铃吗？吴君兰，我看我今天估计要躺在床上养病了。那个赚钱还债的事情，这重担就交给你了。然后我想喝海鲜粥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有事要下去忙了。我刚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吴君兰，需要我为您做什么？我发现了灵珠。它在哪儿？它在沈罗的体内。刚才沈罗意外落海，我发现他的身体在海里面焕发异彩，而且引来了大量的鱼群。那应该就是灵珠，只有灵珠才能在海中产生这种异象。既然已经知道灵珠在哪儿了，那就赶紧设法将它取出。如果灵珠在人类的体内，只有2种方法将它取出。第一种是用黑巫师的黑魔刀割开那个人的动脉，强行引出灵珠。但是黑魔刀已经消失了近100年了。第2种方法就是取得真爱之吻。灵珠是灵性之物，它能感知接吻者的心态。如果沈罗的确爱上了您，接吻时灵珠就会主动回到您的身体里。我的主人，您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您必须抓紧时间让沈罗爱上您，以便取得真爱之吻。没想到杜小玲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把灵珠藏起来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现在只要能得到沈罗的真爱之吻，你就能继续活下去。刚好你也喜欢沈罗，现在可以放手去追了，这不正好吗？我不喜欢用不单纯的目的去利用感情。不管是出于利用还是出于真情，您都想得到沈罗的真爱，不是吗？殊途同归嘛。不过看您的样子，好像不太擅长追女孩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吴君兰，刚才在山崖上有一个奇奇怪怪戴面具的人，非要问我银盒子在哪里，我都被他逼得掉到海里去了。幸亏你及时出现，不然估计我早就喂鱼了。你没事就好。我家哪有什么银盒子啊？要是有那个东西的话，我还需要每天那么辛苦的去穿项链、卖风铃吗？吴君兰，我看我今天估计要躺在床上养病了。那个赚钱还债的事情，这重担就交给你了。然后我想喝海鲜粥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有事要下去忙了。
我刚说的话你听到了吗？吴俊，需要我为您做什么？我发现了灵珠。它在哪儿？它在沈罗的体内。刚才沈罗意外落海，我发现他的身体在海里面焕发异彩，而且引来了大量的鱼群。那应该就是灵珠，只有灵珠才能在海中产生这种异象。既然已经知道灵珠在哪儿了，那就赶紧设法将它取出。如果灵珠在人类的体内，只有2种方法将它取出。第一种是用黑巫师的黑魔刀割开那个人的动脉，强行引出灵珠。但是黑魔刀已经消失了近100年了。第2种方法就是取得真爱之吻。灵珠是灵性之物，它能感知接吻者的心态。如果沈罗的确爱上了您，接吻时灵珠就会主动回到您的身体里。我的主人，您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您必须抓紧时间让沈罗爱上您，以便取得真爱之吻。没想到杜小玲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把灵珠藏起来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现在只要能得到沈罗的真爱之吻，你就能继续活下去。刚好你也喜欢沈罗，现在可以放手去追了，这不正好吗？我不喜欢用不单纯的目的去利用感情。不管是出于利用还是出于真情，您都想得到沈罗的真爱，不是吗？殊途同归嘛。不过看您的样子，好像不太擅长追女孩，要不要我帮你？不用。真的不用？我活了1000多岁，难道还要一个20几岁的姑娘来告诉我怎么做吗？可是，您上一次上岸还是1865年。您真的有自信能追到21世纪的姑娘吗？对了，今天小罗是因为被逼问那个银盒子的下落，才会不慎坠海的。那些人应该是黑巫师的人。既然灵珠已经在沈罗体内，黑巫师一派怎么做都是徒劳，既没有黑魔刀，也绝不可能得到真爱之吻。可是他威胁到了小罗的安全。我会尽快查清楚。老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到哪儿还要跟你报备吗？啊，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您提前打个电话，我好去接您啊。我看你是想演戏给我看吧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还真的很用功啊。这些都是工作需要，做古玩生意的总得长点知识嘛。我之前交代过你的话，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吗？那我再重复一次，不要企图挑战我，因为以你的能力，根本办不到。我不敢。给我在海岛上找一个隐蔽的住处，要快。啊，好，我马上找。怎么江医生约了我，也约了你们呀？我以为他只约了我一个人呢，没想到这么多人。吴医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个江医生搞什么名堂 ？Hello。江医生。哎，钟爱妃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呀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是这样的啊，我江义胜自从来到医院以后，
得到了众位爱妃的错爱，在医院里面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爱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不得不宣布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啊，不，是让你们痛心的事情。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江义盛已经心有所属，名草有主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隐退江湖，从此不再过问情场纷扰，不再理花间惆怅。哥走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正如我悄悄的来。大家保重，别太想我，哥只是个传说。江医生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江医生，你说过我想要嫁人你就来娶我的。哼，是啊，我都等了你1年，你现在居然告诉我这些。我不是，我是那……别救我！别那么粗鲁啊！讨厌！吴菊兰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赶紧来个活儿，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快点啊！喂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明明知道今天家里停电，还抛了这么一大盆被单，那么半天不回来，愣是让我这样一个娇弱的病号扛起了这么繁重的家务重担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曾经我用力的许愿，一个人走遍天空海阔的世界。后来发觉，只要守在你身边，在荒凉残缺的季节，也有浪漫喜悦。徜徉着一颗遥远的星光，相遇时绽放的光芒，比河更明亮。徜徉下一干嘛？难道我嘴上吃完饭没擦干净？还真的没擦干净呢。